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哎，谁认识啊？今天来到节目的几位嘉宾，请开门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焦先生，24岁，来自湖北，公司职员；李女士，24岁，来自四川，全职妈妈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感情中最大的问题，他每天像个怨妇一样，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我一时造成的呀。他就是个妈宝男、伏地魔，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他只能看见自己的委屈，从来看不见我的难处。现在他们家既不出力又不出钱，那我现在跟个单身妈妈有啥区别呀？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，能尊重我家人，别动不动发脾气，一起共度难关。别总冷暴力我，心疼我，给我生活费。给我生活费，这看来是不少问题哈。这男生也说要渡过难关，谁先来讲讲？现在我的状态就是全职妈妈嘛，我在家带孩子又挺累的，然后他又不给我钱，这个时候我又想出去上班，那我孩子才1岁8个月，他离不开我，我得照顾孩子，我感觉我特别委屈，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。因为我家里条件也没有那么好，我爸生病了。咱们一点点讲啊，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？我们是大概3年前吧，我们也是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其实刚开始是他追的我，他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但是后来吧，他做了一件事情特别打动我，就是有一次6点钟我起来去赶高铁，我得上班。但是呢，他5点多钟他就把车开到我家楼底下，然后拿那个保温桶装了早饭，叮嘱我吃早餐，出去工作别把身体给累坏了。我当时觉得他真的对我挺关心挺爱我的，以前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，我就被他打动了，就跟他在一起了嘛。我们是意外怀孕的，我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我没有想要他，那我就准备我说我去医院我就把他给打了。那去了之后，我做检查的时候，那个仪器就往我身上上嘛，不是，然后他就有那个宝宝的心跳，我就是那个声音一出来，我就感觉我就想要这个孩子。当时我才22岁，我根本就扮演不好一个父亲的角色，而且我当时手里也没什么存款。他当时就跟我说，他想把孩子生下来。然后我当时就懵了，他最后是同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。那我现在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，我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就是不情不愿，一开始就不情不愿要这个孩子。那双方家人呢，怎么看待你们这个事情？我家这边其实我爸爸去世的早嘛，我妈妈那个时候带着我弟弟就改嫁了，我继父对我妈也不是很好，打骂呀这些都有。我当时我心气儿挺高的，我觉得这继父对我不好，我就辍学了，所以我出来独立上班的时间挺早的。所以其实自己做了主，也就做主了。是男生呢这边刚才说爸爸有病是吧？对，我爸是一个尿毒症患者。我跟他结婚之前，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。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我去做产检那一回，我才知道，我觉得他就是在骗婚。当时家里是做生意的，本来开始还算不错，到后面就是因为这个病就没有稳定经济来源这些了。他自从我们结婚之后，他就一直拿我们俩共同的钱去补贴他家里。刚开始我都不知道这情况，我们有一笔共同的钱给我生孩子呀做准备的。怀孕7个月做产检，那我去缴费的时候，我发现卡里只剩5000块钱了，剩下15000去哪儿了呢？我就问他，当时那个钱就是我弟找我借去买车。你弟找你？我以为爸爸临时需要什么费用给爸爸看病了呢。他一直不停给他爸补贴，还有他妈他弟，到现在为止他妈他弟的那个电话费都是他在交。你弟弟没工作吗？现在没有。他弟隔三差五的就来找他要钱，一要就给，一要就给。我说他这个事儿他从来不听。后面也补上了。什么叫补上了？那2万块钱。谁补的？我。你自己赚钱补上的？对。你们现在过日子，姑娘，这钱是谁管呀？他1个月5、6千的收入，他从来没给过我。因为现在的家里的支出，像买菜呀、做饭呀，然后孩子的一些日用品、奶粉、这衣服之类的，都是我在用我自己就是上班留下来的存款，我在支出这个开销。我就跟他说过无数次，我说你把工资交给我，我来分配。我跟他因为这个事我吵过无数次的架，他每次都
不欢而散。他有一次甚至说什么，他说这个钱他给要饭的他都不给我，我当时我就气炸了。你为什么不把钱交给妻子去统一管理啊？那我当时也是情绪上头，说出那些话。那你情绪不上头的时候，你把钱交给他了吗？没有给。那你有想过把这个钱交给妻子？因为他现在等于是全职太太在家嘛，他来统一管理打理，是不是可能会更合理一些呀？我之前确实也考虑过这些问题，但是他确实也爱乱花钱。他平时给孩子买的玩具，一些积木、乐高，一个点读笔就300-400块钱。还有他之前月子没有做完，说想去健身，想去减肥，他问都不问我就把那大2000块钱就交出去了。那我花我自己的钱，就算花2000块钱我去买个乐子，我就想消费一下，那怎么了？难道留给你让你去补贴你家里是吗？你也一直就生孩子之后就没有上班是吧？对。那你有多少钱能支撑你这家里边孩子我之前上班，我本来有15万的存款。哟，那你挺厉害啊！花这个2000块钱，他都一直念叨我，但是他给他妈给他弟花钱的时候，我没有他态度这么激烈吧？尤其是他妈。我刚跟他妈见面的时候，是有一次他把他妈带到重庆来，当时在谈恋爱。那个时候我跟他妈相处的都挺愉快挺不错的，但没想到就是一结婚，他妈态度完全就变了。他妈知道我怀孕之后就没来重庆看过我一回，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。后来我孕吐嘛，孕反特别严重，他白天又要上班，没办法照顾我，然后他就说要不让我回湖北那边，我让他妈照顾照顾我。我去了之后，他妈也没怎么好好照顾我，他做的那个饭特别油，我一看就想吐。我不吃孩子得吃吧，那我就自己去买菜，买完菜回来我自己做。更过分，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出门逛街去，然后我就买了一条那个黑色的孕妇裙，然后外头套个小马甲，就300多块钱。我觉得我当时我穿上这裙子真漂亮，那我本来心情很愉快的，我就回家了。结果一进门，我婆婆看着我说：“你又去乱花钱，又花我儿子的钱。”我就反驳她，我说：“这是我自己的钱呀。”然后她妈妈马上说：“你都不上班，你哪儿来的钱？还不都是我儿子辛辛苦苦在赚钱养你吗？”我当时我特别生气，我还没说什么，他妈就先找他去告状了。慢慢说，慢慢说哈。哎，他在家也是天天这样哭吗？就一说起什么来就这么泪流满面的吗？对，他情绪就你有关注过你妻子的情绪和她的心理状况吗？平时在家里跟他说什么事他情绪就这样子很不稳定。本来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，我住2楼，我的卧室在，他跟他妈就进卧室里面，左边躺一个，右边躺一个，然后在那躺着就在那玩手机。我当时觉得，哪怕是来个亲戚来看我，然后看到我那个状态吧，他也能帮我搭把手，帮我抱抱孩子之类的。他跟他妈2个就躺在那儿玩。不，现在你们还跟婆婆一起住吗？孩子刚出生不久，就发生了一件事儿，然后我马上我气得不行了，我受不了跟我婆婆待一块儿了，我就马上打包东西我就回重庆去了。他妈就是一直插在我们中间，就是挑拨离间那种感觉。因为啥呢？那一次他弟弟上楼来找他，又是要钱。那我当时不是在场，我听着了吗？我说弟弟，你一个20岁的小伙子这么年轻，是不是又没啥病？你出去找个最简单的工作，哪怕是当服务员、端盘子之类的，起码能养活自己吧。我当面说完之后，过了几分钟，我就听到我婆婆那个脚步声，噔噔噔噔噔，就踩得特别重，然后就上楼来，然后她歘的一下就把门给打开。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一个当嫂子的你怎么这么小气？那我觉得我妈说的没毛病啊，我们2亲兄弟帮一下怎么了？你们兄弟怎么好都是你们的事儿，但是自己的小家得先顾好啊。咱继续说吧，你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回娘家了是吗，姑娘？对呀，我想着回了重庆之后吧，就眼不见心不烦嘛。那我没想到的是，去年我们俩过年本来打算的是娘家也不回，婆家也不回，就搁重庆就好好的就是过个年。那后来我娘家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娘家过年去了。那大年初1的时候，我就想寻思跟我婆婆搞好关系吧，拜个年。那视频我还没说2句话，他就发现好像我那个背景是在我娘家，他就知道了。那他马上他那个表情那话又不对了，他说什么嫁出去的女儿哪有回娘家过年的？然后他就在我视频边上，他都没帮我说句话。
我怎么没说话？我是不是安慰你了？而且我也说我妈了呀。你那是说你妈吗？你那不就是用你的方法来跟你妈道歉吗？我们导演前期其实是采访了你婆婆啊，要听一听吗？来，可以啊，我们放一下录音啊。他这个人就是没良心，我们对他蛮好，有人的时候都找我们家，要钱也找我们家，有什么好事他就往他妈妈那里去，还觉得他自己吃亏。这做人呢，不要太贪了，现在都不上班，都是我儿子在外面挣钱养他，他还有么事不满意的啊？我听到这话我都想笑，他没给过我钱呀，我贪啥了？我也没往我娘家拿什么东西去，他妈就是在胡说。那我问你丈夫一个问题，你认为你妈的这一番话对吗？不对。咱抛开他妈妈，抛开那个家，这不是也搬出来了，自己过日子，带着孩子。你们俩夫妻之间呢，彼此的这种体恤啊、照顾啊、关爱啊，怎么样？我不是剖腹产吗？当天我就伤口感染了，需要做一个那个2次的手术清创。当天晚上，我那个伤口特别疼，我就想着，我说让他陪我说说话，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。结果我一看，他就在那个小床上，就是打呼噜了都。你觉得自己对妻子照顾多吗？当时我们说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，后来他又说我做的不妥。就有一次那个孩子肠胀气嘛，不是，我那段时间我真的有点崩溃。我说白天早点下班回来，回家之后你就多帮我看看孩子。然后他说他上班也累，他平常一下班他就一回来把那个包一扔，往那沙发上一扔，然后他就直接进去他那个电脑房里去了。就是我们俩的交流其实也挺少的。我那段时间降温嘛，重庆，然后突然一下子我就发烧感冒了，39度了。我那天我累得我腰都直不起来。那天我也不知道孩子咋了，我做饭的时候他就一直来抱着我小腿，要缠着我跟他玩。39度还在做饭？是。那不能等到丈夫回来他来做饭吗？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因为他也早就习惯了什么都靠自己，还指望他。他也没做过饭，其实说实话。哎呦，我要是你们家长，我心疼死了。你妈知道你现在这个状况吗？我其实没跟他说过我这些事情。反正我跟他打电话打的也少。哎，我们导演也和你的妈妈取得了联系，咱听听你妈妈怎么说吧。她就是很少跟我说，但是其实我知道她估计过得挺难的。她从小就是这样，愿意跟我多说的时候，大概也就是她这段时间过得还不错。要是我问她，她也不愿意让我问，自己也不主动的说的时候，也就是过得不太好。所以我知道她现在是过得挺难的。我这个当妈的肯定心疼她，但是我们家吧情况也比较特殊，很多时候我也身不由己。我现在就是想多出去找点事做，给她点经济上的支持，帮帮她。我也希望小娇能多包容包容她，照顾照顾她，别老闹别扭，哪怕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。你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。他还真不是说报喜不报忧，是跟他妈妈报了忧，只能更忧，因为妈妈也没有能力更多的帮你，是吧？所以还不如自己不说，自己去承受。我就想让他多关心关心我，多在乎一点我的感受。哎，听你们两个人的讲述，似乎这段婚姻带给妻子的全是伤痛。如果说挣钱不养家，那这样的男人不配结婚，也不配做丈夫，更不配做父亲。你的工资，你是无权一个人独自处置的。在婚姻当中，夫妻关系，我认为应该排在所有关系的第一位。但是他们家确实发生了意外，我也认为，你父亲看病，你哪怕自己吃糠咽菜，也应该帮自己的父亲，你没有错。但你的弟弟怎么可以依附在你身上呢？我最后说的具体一点，做丈夫的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家你还想维系，这个日子还想好好过，做男人的，我们就从第一步做起，
把工资卡交给自己的妻子，他是明事理的人，你父亲要钱的时候，他一定义无反顾。其实都有问题。我先说女孩，听你妈妈说完话之后，我就都明白了。你从你妈妈身上继承了很强大的牺牲感，但是姑娘，这样的一种牺牲感，把自己的幸福放在其次，把不辜负放在第一位，这其实不是爱，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爱的债。包括你现在把你的这种强大的牺牲感在不断放大的时候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还不完的债。所以当每一次自己觉得自己委屈，我为什么要靠我自己这种状况，你把自我牺牲那种感觉但凡升腾出来的时候，一定要牢牢记得，你不要把你的孩子也培养成这种牺牲感很强的人，要收着，因为这是要债。他的问题，你在家庭当中这个长子的位置，让你觉得你要背负起很多东西，但其实说实话，你看见他的那一刻你是没包袱的，你骨子里头你也并不想背负这种东西，但是你应该感谢他，他在你开不了口的那一刻，他冲在前面替你讲了，他在帮你很好的去完成成长，完成剥离。你不能在这一刻还说你说的不对，你应该在这一刻就是躲在他身后，因为他是那个可以让你突破这些障碍充满勇气的那个人。22、23岁的年纪，突然间面临这么多人生的角色的转变，这么说吧，你俩刚才所有的这个矛头都指向了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，其实你们现在都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，所以你们现在只要能做到陪伴就好，承认这是他面临的难处，我陪着你，承认那是他抛弃不了的包袱与压力，好，我会和你一起面对，不一定解决，我在就好，这是你们现在真正需要做的事。女生孩子是你坚持要生的是吧？是。那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他看到美好的世界和期待他小生命来到人间的那个欣喜的妈妈了吗？我觉得应该没有太看到，虽然他还很小啊，他还不会有那么深层次的表达，但他难道感觉不到妈妈每天都挺委屈的，每天都可能偷偷抹眼泪，和爸爸争吵或者冷战，很不开心。我们其实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方式，至少让这个宝宝他感觉到的是美好的，妈妈美好，孩子就美好。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想那么多，我觉得人生其实最重要的课题是抓住每一个时刻我们的重要任务，抓住每一个时刻我们做了重大决定之后要承担的后果，就清晰了呀。所以你的使命和任务在这个阶段其实非常的鲜明，做好一个快乐的妈妈，哪怕我穷一点，我咬咬牙把孩子2岁半带到，把他送到幼儿园，我去上班，我做一个快乐的妈妈。至于这个快乐的妈妈是爸爸带给的快乐还是别人带给的快乐，一点都不重要，我们自己带给自己快乐，你的题才能解。男生其实我想说你也不自洽，我其实觉得最初你决定说好你要生，我尊重你，为了你的身体，为了我们曾经的感情，为了这个生命，我负这个责，对吧？其实在那一刻我挺佩服你的，既然你咬牙要冲个男子汉，负了这个责任生下这个宝宝，你后边怎么就躺平了摆烂了呀？你后边继续拿出你当初的勇气，你可以呀，不要去逃避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多难呀。小姑娘自己攒了15万，小伙子每个月赚钱还能给弟弟搭着，自己在重庆还买了房子能还贷，挺好的日子呀。年纪轻轻就有宝宝，再过20年你们宝宝也这么大了，你们40出头，哇，那不就人生赢家吗？我希望你们能扛过去，拨云见日。你站在那儿，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天哪，你们都是麻烦，你们别来找我，这些老师是你叫来批评我的，不要，他们要批评我了，你一直一句话不说，你想跑？没想跑，你给他们做过什么？不想跑咱得参与呀，咱在家里就算做个家用电器也得有用吧，你要不想跑咱就得参与。你是要参与还是要跑？参与。你是要参与，你打算用收入的多少来参与？除了房贷车贷以外，每个月给家里交多少？1个月2、3千。
小李不交呢？不，哎，算了。他回去要是说了不算呢，不交给你呢，你想过你怎么办吗？离婚吗？你自己想。而且，我扮演另一个角色啊，我现在1岁8个月，你为什么要生我出来？你是不是想生我出来拴住我爸？咱们家经济条件是这样，你每天在家以泪洗面，我爸爸回家一句话都不说，你生我干嘛？你觉得我快乐吗？所以你生我的时候你很自私啊，你没有给我预先规划一个生活环境，你把我生出来，所以我的不开心谁来管？你觉得这个娃成长环境他会开心吗？所以你考虑一下。你们2个人根本就不明确现在你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，这是2个，一个是经济困难，一个是情感破产。现在的妻子和孩子被你摆在了你们家这个经济链条的最底端，先是父亲，房贷、车贷，弟弟，你现在是在用孩子和妻子去为你的孝心，去为你做兄长的那份情谊买单。你的家族在吸你的血，你在吸他的血，把他的存款都给用了，但是你在情感方面呢，一点也不付出。能没钱咱出点力，没力气咱说点话，陪孩子一起玩玩，关注关爱，没有。为父亲治病那是义务，但是你要让你的弟弟吸血，那叫愚蠢。我们能解决的最简单的，其实它也是最难的，就是情感上的投入。你愿意吗？前提是你得有情感，你得有这个精力去考虑老婆和孩子。现在你可能被父亲、被弟弟，甚至于被妈妈，你还在裹挟呢，对吗？你的情感能从那个家分离出来吗？对于你来说，做哪件事最简单呀？你自己评估一下。我认为你放他们俩离开你，最简单。行吧，老师们各有各的角度和观点啊，你们2个年轻人好好思考一下吧，毕竟家庭、人生、孩子都是你们自己的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，添加关注。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，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，为您的情感困惑呢答疑解惑，同时有机会和导师们连麦互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一对小夫妻啊，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请开门。我认为他们会出来的，我就要分开，真的，我就要分开。出来了，还会在一起的。哦，有，只是如何面对生活的一些难处吧。欢迎你们回来，欢迎。出来了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就是觉得我之后肯定得把他放在第一位，把这个我们的小家放在第一位。回去跟妈妈也沟通一下啊。对，小日子跟妈妈好好说，工资卡交吧。交。妻子有什么说的吗？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跟他分开，看出来了。因为在看了上一对嘉宾他们那个状态，我真的觉得还挺靠谱的他。你们还是踏实的小日子哈，你想靠近再靠近点儿。希望你们都能好起来啊！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拥抱吧，好好抱一下啊！都挺辛苦的年轻父母，好好抱一下。好了，找了个好媳妇儿。哇，这是真正的真情。请亮灯吧，携手迎接生活吧，好吗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，加油啊！这真得加油努力了啊！年轻的爸爸妈妈，再见啦！好，谢谢老师。这边走啊！往前面。好，你要相信都会好起来的啊！好，男生振作一点。还是把更多祝福送给他们吧。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啊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找到我们。您登录微信来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微视频号，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。记得啊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，小心上当受骗。感谢老师们的分享，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